这是一部只有韩国才敢拍的超大尺度限制级反常规电影，凶手不知道自己是凶手的离奇设定，让真相变得模棱两可，现实与梦境的神奇反转，给人一种瞬间被拿捏的感觉，同时也产生了强烈的观看欲望。最后的真相看似合情合理，实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悲情故事。惊醒过来的小帅看着车站的父母以及哥哥，才意识到刚才的一切只是噩梦。今天是他们一家乔迁新居的日子，可看着眼前的新房，小帅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哥哥见他站着发呆，就提醒他赶紧干活去，然后自己就先进去了。这时可以发现，哥哥有一条腿是瘸的，小帅的印象中是车祸导致的，这也是哥哥唯一的缺点。从小到大，他都是品学兼优，样样精通，不像小帅承受不了太大的压力，甚至还有些精神障碍，需要利用药物来控制。接着，一家人就在搬家公司的帮助下收拾起了新房，但小帅却在2楼发现了一个关着门的房间。哥哥说那是上一任房主暂时放东西用的，1个月后就会全部搬走，所以兄弟2人暂时要住在一间房内，还特意嘱咐他一定不要进那间屋子。就在哥哥出去忙活的时候，一个搬家工人好奇地问小帅：“刚才那人是你哥哥吗？”小帅一脸蒙圈。搬家工见状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没什么，只是感觉不是很像。”就在这时，哥哥又回来了，还找了个理由支走了搬家工。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，一家人吃饭的时候，小帅听到楼上有动静传来，而且上面刚好就是那个关着的房间，可家人却都认为是打雷声，他也就没有多想。晚上睡觉时，他又听到那间房里有动静传出，于是就准备进去看一下。就在要开门的时候，哥哥忽然出现，质问他在干什么。小帅立马说里面有动静。哥哥趴在门上听了一下，什么也没听到，便对小帅说：“睡不着就出去看看雨，透透气吧。”于是两兄弟就撑着伞一起来到外面看雨聊天。聊着聊着，哥哥说有事要先回去，让小帅再冷静一会儿。路上却遇到了一伙神秘人，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，上来就把他往车上拽。哥哥自然不会任他们摆布，拼命的反抗。这时小帅刚巧也回来了，看到哥哥被拉上车，他没敢上前硬刚，而是悄悄记下了车牌号。可第2天，警察却告诉他，全国都没查到那个车牌，接近的车牌也不是小帅口中的黑色面包车，认为是小帅看错了。尽管小帅一再表示看得很清楚，可依旧没什么用。一连过去好几天，哥哥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哪怕是被绑架了，也得有人要赎金吧。警察也慢慢的不耐烦了。就在一家人快要放弃的时候，哥哥突然又自己回来了，而且对消失的这20天里发生的事情，他是一点记忆都没有。医生说这是解离性失忆症，过段时间可能就会想起来。不过好在人没事，他们也就没太在意。第2天，两兄弟一起吃饭时，小帅问哥哥昨晚出去干什么了。哥哥有点懵，说哪也没去啊，还问他是不是又做梦了。小帅再次蒙圈，昨晚他明明看到哥哥出去了，接着一抬头又看到哥哥的瘸腿怎么从左变成了右。哥哥听后认为他应该是忘吃药了，嘱咐了一句准时吃药便离开了。小帅却始终感觉哪里不对劲。晚上他趴在书桌上睡着了，而哥哥就站在他身后。弟弟正趴在书桌上睡觉，哥哥拿起自动铅笔，对着弟弟的眼睛一顿狂按。就在笔芯和眼睛只差0.1毫米的时候，笔芯脱落了。确认弟弟是真的睡着了之后，他就出门了。殊不知小帅根本就是装睡，他跟出来偷看，结果就看到哥哥的腿不瘸了。带着疑问，他一路跟踪，来到了一个城中村，看到哥哥见了几个人，而且那些人对哥哥点头哈腰的，一看就是他们的老大。其中有个小弟他还认识，不就是前段时间那个查案的警察吗？为了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他继续跟踪哥哥，可不慎被那2个小弟发现了，于是他拔腿就跑，好不容易甩开了2人，可下一秒身后就又出现了一个人，直接把他给捂晕了。而此人正是他的哥哥。等小帅再次睁开眼，又回到了家里，哥哥也才刚起床。小帅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，他躲进卫生间里思考着，难道又是做梦吗？可梦怎么能记得那么清楚呢？这时哥哥在外面问他怎么了，小帅当场爆发，大声的质问哥哥昨晚干什么去了，追他的2个人又是谁？哥哥没有回答，而且好像离开了。于是他就拿着个棒子出来查看，不料哥哥忽然将他按倒在地，大声的质问他昨天是不是忘了吃药。小帅这才想起自己是有精神障碍的，昨天吃药时确实不小心把药掉在了柜子下，后来因为其他事就真的给忘了。就这样，小帅也开始相信可能真的是忘记吃药的原因。不过等哥哥走后，他又在桌子上发现了那根笔芯，于是他转头就将事情告诉了妈妈。2人还商量着等晚上哥哥再出去的时候，就叫上爸爸一起去跟踪。可到了晚上，他又在那间房内听到了奇怪的动静。这次他终于鼓起勇气进去查看，结果就看到了吊死的哥哥。可下一秒他又从床上醒了过来，这下他又感觉是误会哥哥了，说不定一切都是自己的精神问题导致的噩梦。可就在他下楼喝水的时候，又听到妈妈正在打电话。아까 나한테 확실히 그랬다니까. 형이 자기 형이 아니라고. 그리고 쫓기다 깼더니 집이었대. 小帅当场就慌了，怎么一家人都是如此诡异？吓得他连鞋都没穿就往外面跑，结果恰巧碰到了回来的爸爸。老爸看着还挺正常的，但小帅感觉他也是装的，
于是拔腿就跑。前面刚好有个警局，就进去报了警，说有人冒充他的家人囚禁了他。警察一听，差点没笑出声，反而对他的身份感到了好奇，于是便查询了一下。小帅1977年出生，今年40。小帅一听不对啊，我还是个孩子，今年才20岁。警察这次是真没忍住，笑着说：“大叔，你还真是有意思，你77年出生的没错吧？这都2017年了，怎么能是20岁？”小帅当场亚麻呆住了，他看向墙上的日历，还真是2017年，再看向一旁的电视，新闻里的美国总统怎么是川普？再看镜子，自己还真的是一个40岁的大叔。这下他彻底慌了，为了弄清一切，他再次跑回家中，大叫着让家人出来说清楚。可喊了几句也没人回应，反而是那个关着门的房间有音乐传出。进去一看，竟看到一个浑身鲜红的假人，旁边有一把同样鲜红的匕首。看着眼前的一幕，小帅脑袋瞬间有种短路的感觉。接着他的哥哥和父母都出现了，哥哥点了一根华子，随后慢慢道出了一切真相。这绝对是最让韩国警方抬不起头的一起案件，一对母女惨死家中，凶手明显不是专业人士，可警方追查多年，直至案件过了追诉期，凶手也未能伏法，案件也渐渐被世人遗忘。但受害者家属并没有放弃，雇佣私家侦探进行调查，历经波折，总算找到了凶手本人。可他们用上各种私刑，凶手却一口咬定不记得自己杀过人，那他们肯定不能相信，于是就加大了拷打的力度。可尽管凶手被吓得大小便失禁，依旧记不起任何关于那起案件的事情，受害者家属也开始怀疑了，难道是抓错了人？不过后来经过确认得知，凶手是患上了解离性失忆症，因为当年是过失杀人，恐惧致使他选择性的忘记了案发前后的事情。于是他们就找来了资深催眠师，试图通过催眠让凶手想起案件的经过。可多次试验后，凶手因为过于排斥，依旧没有想起当时的情况。于是催眠师就使出了终极杀手锏，通过催眠的方式让凶手回到案发前的时间，试图还原场景来激发他潜意识里的记忆。于是就有了小帅从车上惊醒，以及后来搬家等一系列事情。而当时他在那间房里听到的动静，其实就是工作人员布置现场发出的。这下小帅终于明白家人为何如此怪异，原来他们根本就不是自己的家人。遗憾的是，尽管面对还原的案发现场，他依旧是想不起任何事情。无奈哥哥他们只好先带走小帅，再想其他办法。可路上小帅忽然跳车逃走，哥哥开车在后面追，结果一不小心撞到了树上。小帅本以为这样就可以逃走了，可结果刚出路口也被车给撞了。万没想到，这一撞直接让他回想起了当年的事情。原来当初他们一家4口也出了车祸，父母当场去世，哥哥还剩下不到半条命，只有他侥幸躲过一劫，而且没有什么大碍。但是哥哥的情况需要一大笔手术费，当时又赶上韩国经济危机，大批民众失业，他拼命干了半年，结果自己都差点没养活。哥哥的医生又告诉他，手术不能再拖了，否则耶稣也留不住他。于是小帅就在网上发了条简历，说只要能预支1年的工资，他什么都愿意干。过了几天，还真的有人联系了他，但是对方是看他说什么都愿意干才找来的，而要干的其实是杀人的活。小帅一开始没有同意，可思考再三后，他最终选择接下了这份工作。于是在一个大雨倾盆的夜晚，他根据指示来到了一所住宅门前，在下水管里拿到了提前藏好的钥匙。对方的要求是杀掉家中的女主人，2个孩子绝对不能动。小帅推开卧室门后，果然看到了搂着孩子睡觉的女主人，可愣了好一会儿，他还是不忍下手。就在他准备离开时，女主人忽然叫了一声老公。等小帅回过头，看到他手上的刀后，女人当时就吓得大叫了起来。小帅立马让他不要叫，还说自己会马上离开。女人果断捂上了嘴。可小帅转身刚要离开，楼上的女孩又出现了，看到小帅手上的刀后，吓得也大叫了起来，不给小帅解释的机会，转身就往楼上跑。小帅被迫追了上去，女主人上前阻拦，却不小心被推倒。接着小帅来到女孩门前，试图破门而入，可一个不注意，直接误杀了小女孩。正当小帅不知所措时，女主人又过来了，看到血泊中的女儿，又大叫了起来。本就慌张的小帅这下更害怕了，冲动之下就也给了女主人一刀。就这样，他稀里糊涂的杀了2个人，显然没有达到雇主的要求。但此时的他也管不上什么钱不钱的了，一脸呆滞的往外走去。可忽然房间里又出现了一个小男孩，他骗男孩说躲在被窝里数到100，妈妈就会回来。男孩相信了他的话，回到被窝里数起了数。可小帅临走时，却看到了墙上的全家福，男主人正是哥哥的主治医生。随后他就找到了医生，原来经济危机下的医生也不好过，为了2个孩子，他给妻子买了份保险，试图杀人骗保，给孩子更好的生活。眼下小帅不但知道了实情，还误杀了他的女儿。医生当时就要杀了他，结果一不小心就被反杀了。再后来小帅的哥哥也去世了，为了躲避抓捕，他东躲西藏的苟活着。再后来就患上了解析性失忆症，忘记了杀人的事情，直到再次被车撞，才在昏迷中回想起了一切。等他再醒来时，哥哥再次出现，而且看样是不打算弄清真相了，直接就要杀死小帅这个凶手。可小帅却忽然让他带自己给受害者家属道歉。哥哥立马意识到小帅是恢复了记忆，就开始逼问他为什么要杀害那对母女，又为什么不连那个男孩
也一起杀了。原来他就是当年的那个男孩。他质问小帅是不是受人指使，指使人是谁。小帅可能不想让他再受一次打击，便没有告诉他真相。可他却直接问小帅是不是父亲指使他干的，因为后来他也发现了那份保险单。虽然小帅没有回答，但他好像已经知道了答案，于是就转身离开了。20年来，他无疑是最痛苦的。得知真相后，世界上也就没有任何值得他牵挂和留恋的了。于是他选择了自杀。而同样痛苦了20年的小帅，也拿起了他刚才留下的那支毒针，准备下去和家人团聚，也算是一种自我赎罪吧。